儿子要带女朋友回家，我和孩子他爸连夜从庄园别墅搬进了老破小。看到腿瘸的爸、生病的妈，儿子瞬间蒙圈。我的目标就是做个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好婆婆，拉着未来儿媳妇的手，把我和他爸的积攒多年的家业都交给了他。这是你舅的欠条75万，这是你二叔的欠条120万，这是你七姑奶奶的欠条125万。阿姨，这都是他们欠我们的。我笑容慈祥，这都是我们欠他们的。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孩子他妈，别拿了，够了。顾成风看我提着一堆破铜烂铁，扶着额头，无奈极了。我摸了一把锅底灰涂在脸上，又检查了一下自己身上足够破的衣服，怎么样，像不像？像。顾成风眼神坚定地竖起了大拇指，我点点头，随后提着我的破铜烂铁坐上了顾成风新买的劳斯莱斯。这车唯一的好处就是减震好，坐着舒服，这样就不会把我的破锅给颠坏了。对于自己塑造的新人设，我十分满意。顾成风看着我傻乐的样子，不禁犯愁，我们这样会不会把儿媳妇吓跑了？如果她这点苦都吃不了，那就无法成为我们的儿媳妇。这是我作为婆婆给未来儿媳妇的第一个考验。来到新家，我十分满意。司机老王看着四处乱窜的蟑螂老鼠，一脸担忧。先生太太，住在这种地方会生病吧？听到这话，我瞬间眼神一亮。你不说我都忘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体弱多病的男主妈妈。老王，我代入感很强，躺到床上就觉得浑身开始难受了。长吁短叹了半天后，又指挥顾成风，孩子他爸，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个瘸子，还有你那个大背头，明天别梳了，会露馅的。顾成风立马把自己头发抓乱，这样行吗？接到小儿子要带女朋友来的电话时，我如临大敌。说实话，我还没有做好要当婆婆的准备，我真的还年轻，当了婆婆，感觉就老了。我不愿承认自己老了。我们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富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老公和我儿子挣的钱，普通人几辈子都花不完。顾成风和大儿子顾潇都是只知道赚钱的机器，小儿子顾林从小单纯，刚大学毕业就要带女朋友回来了。我实在担心他被骗，毕竟那小子从小就长了个恋爱脑。假如他没钱，他们还会喜欢他吗？毕竟他长得也不帅，又没什么才华。老王把我们送到，就被我撵走了。我沉浸在自己编写的剧本里，突然感觉在家相夫教子真的是浪费我这个人才了。顾成风看了一眼摇摇欲坠的钨丝灯泡，孩子他妈，今晚我们吃什么？你没带厨师来吗？顾成风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我，你觉得这房子还站得下厨师吗？况且以我们现在的家庭条件，也请不起厨师。这个问题的倒是没有考虑。我坐起身，挠挠头，有些犯难。最后，已经走了的老王又烧了2碗螺蛳粉来给我们。走的时候，就听老王吐得哇哇的，嘴里嚷嚷着要去把车子好好刷刷。顾成风脸皱成了菊花，这跟屎一样的玩意能吃？我瞪了他一眼，我们现在没钱，只配吃屎。10分钟后，顾成风十分享受地擦了擦嘴，我真是饿了，屎都挺香的。我打了个饱嗝，让顾成风把盒子丢出去，结果他一个没拿稳，螺蛳粉的汤汁全洒在了我这巴掌大的小破房子里。他拿着手里的空盒子，看看地，又看看我，我无奈地摊摊手，这里没水，拖地也没法拖。
为了把苦情婆婆塑造得更完美，我找的是全城最差的房子，有电没水，漏雨漏风。最后，我俩只能在充斥着螺蛳粉味的房间睡了一夜。第二天，顾林领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拎着大包小包的来了。一进门，2个孩子就皱起了眉头。什么东西这么臭？我自动忽略这个问题，躺在床上，捂嘴剧烈地咳嗽了一番。好孩子，快让我看看！罗小云情不自禁地退后了半步。我伸出去的手一正，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顾成风一瘸一拐地拿来2个瘸腿的凳子，别站着了，快坐。顾林看着一向风度翩翩的爹变成了这副模样，忍不住红了眼。爸，这凳子怎么跟你腿这么像？你腿怎么回事？顾成风目光闪烁，没事儿，没事儿，你爸他被人给打的。我一边咳一边说，来之前我就给顾林打了预防针，家里遭遇了些变故，他做了一番心理准备，却没想到变故这么大。爸，儿子不孝！他扑通一声跪在了顾成风脚边，吓得顾成风这个瘸子差点跳了起来。顾成风稳了稳情绪，老泪纵横地扶起顾林，好孩子，是爸爸没用，爸爸连累你了。父子俩抱着又是一阵痛哭，声泪俱下，好不可怜。听着我不住的咳嗽，顾林又要扑过来抱着我哭，看着他的鼻涕泡泡，我嫌弃地避开了。儿子，妈没事儿。妈，你怎么病成这样了？顾林擦掉自己的大鼻涕，抽抽搭搭地问。我真怕他把鼻涕弄到我身上。没事儿，就是夜里没有被子盖，凉的。果然，顾林扫视了一圈，屋子里除了一张破烂的床和2个瘸腿的凳子，加一堆破铜烂铁，再无其他。妈，儿子不孝，让你受苦了。我一把推开顾林的脑袋，笑容变得有些不自然。好孩子，妈不苦，只要你们好好的，妈不苦。说完，我又看向一副要哭不哭要笑不笑的罗小云。好孩子，过来。罗小云不情不愿地挪了过来。阿姨，我满脸笑容地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叠皱巴巴有些泛黄的纸。这是我和你叔叔积攒了一辈子的，现在全交给你了。罗小云原本暗淡无光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阿姨，这是什么？我一张一张把欠条递给她。这是你舅的欠条，75万。这是你二叔的欠条，120万。这是你七姑奶奶的欠条，125万。罗小云眼神还有几分期待。阿姨，这都是他们欠我们的。我笑容慈祥，这都是我们欠他们的。不得不说，我儿子找的女朋友就是天赋异禀。笑容消失术展现得炉火纯青。一把年纪了，怎么这么不要脸？我还没嫁进你家呢，就盘算着让我替你们还债。我有些委屈。阿姨现在只有这些，不过以后肯定会好起来的。到时候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满足你。不好意思，你画的饼太大了，我怕噎死。罗小云说完，气呼呼地拎着香奈儿包，踩着滑轮天奴高跟鞋走了。小云，顾林忙追了上前。我有些迟疑地问顾成风，我做的是不是太过分了？顾成风安慰地摸了摸我的脑袋，不是，你没听他刚才怎么骂你的吗？这样的女孩，我们顾家娶不起。活了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被人骂不要脸，这感觉还挺新奇的。不过看顾林那个恋爱脑，估计还没醒悟过来呢。原本打算稍微装一装就行了，现在我决定装到底，势必要把小儿子这个恋爱脑治好。我安排的人手带来了一线直播，顾林一路追着罗小云出去。小云，你等等我。罗小云倒是停下来了，但是没给他好脸色。顾林，你家都穷成这样了，你他妈装什么阔少，浪费我感情。
小云，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赶紧给你妈接痰去吧，晦气！顾林握紧了拳头，一副受伤的模样。难道以前我们的感情都是假的吗？钱就这么重要吗？罗小云像是听了天大的笑话一般。你不会以为我是喜欢你这个人吧？顾林，你除了钱有什么值得我喜欢的？他看了看手里的包，气得一把摔在了顾林身上。这肯定也是假的吧？骗子！说完就气呼呼地走了。顾林站在原地，眼泪汪汪地抱着包。这个是真的，可是无人回应他。我拿着平板看着老王传来的画面，眼睛有些湿润。这倒霉孩子，我就知道他会被骗。女人都是爱情骗子。顾林回来时，我正在喝着老王送来的燕窝，吓了一跳，又剧烈咳嗽起来。顾成风想也没想，把剩下的半碗一口闷了。我眼泪汪汪地看着他，心疼我的燕窝，这2天都没吃点好的。爸妈，你们在吃什么？顾成风擦了擦嘴，喂你妈喝药呢。我妈的药，你喝干嘛？顾林感觉有什么不对，又说不上哪里不对。这药治咳嗽，也治腿。看到父母落魄的样子，顾林也顾不上这些。爸，你的腿被谁打的？顾成风刚要说话，就被我拉住。我眼中带泪，手里捏着不存在的手帕，擦了擦眼角。人家上门要债，你爸还不上，就被他们把腿打断了。顾林又问我哥呢？我心中一惊，这小子倒是聪明，知道这个家有他哥就不会散。你哥哥为了还债，卖身去做男模了？怎么会？顾林仿佛天塌了一般。这小子从小最崇拜他哥，他无法相信在商场叱咤风云的哥哥做男模会是什么样子。我也故作悲痛的剧烈咳嗽了起来。都是爸爸妈妈没用，连累你们了。顾成风暗地里为我绝佳的演技点了个赞。我骄傲地冲他挑了挑眉，等把儿子恋爱脑治好了，必须让他买个影后补偿补偿我。不过顾林还是挺好一孩子，看到家里这么困难，把自己唯一值钱的手表给卖了，说是要给我们租个好点的房子住。我也赞同的，这房子环境太差，半夜睡觉老鼠都爬我脸上来了。我和顾成风在家喝着红酒，吃着王叔送过来的料理，等着顾林来接我们去新家。老公，你说儿子不会被人骗吧？不知为何，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顾林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大聪明。顾成风衣衫褴褛，吃饭的动作却十分优雅。孩子已经长大了，没你想的那么单纯。可我这颗慈母心总是放不下来。我倒不是觉得他单纯，就是单纯的觉得他蠢。顾成风优雅地翻了个白眼。有你这么说自己儿子的吗？话音刚落，就听见老王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先生太太，二少爷回来了，这么早？我有些意外，手忙脚乱地收拾着吃饭的东西，好不容易收拾好了。老王前脚刚提着东西溜走，顾林后脚就丧着个脸回来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倒霉孩子不会办砸了吧？我有些不安地问。儿子，房子租好了。妈，对不起，我把钱给小云了。顾林一脸愧疚地看着我，我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咽了下去。顾成风一把扶住我，他妈，你是演的还是真要死了呀？要不要送你去医院？我瞪了他一眼，你才真要死了呢，我可不能死，我死了我儿子的恋爱脑怎么办？顾林看我的样子也吓坏了。妈，你别吓我，我吓你，你都这样，不吓你还得了。我翻了个白眼，顾林却以为我翻着眼要过去了，一下子抱着我哭了起来。妈，我错了，你别死啊！我被勒得喘不上气，想到他鼻涕眼泪都蹭在了我破旧的新衣服上，我万分嫌弃。你松手！顾成风也劝道。
再勒你妈就真死了。顾林这才不情不愿地松开手，我嫌弃地擦了擦衣服上的鼻涕口水。你呀，怎么就不长记性呢？原来顾林买手表的时候，正好遇到罗小云。罗小云看他手表卖了10来万，就让他赔偿他的损失费。那小丫头闹起来也不怕丢人，好多人围着看。顾林觉得没脸，便把钱都给了罗小云。顾成风沉着脸：“你有你大哥3分也行啊。”这两孩子真是2个极端，一个精明的过头，一个蠢得让人头疼。为了不打击顾林的自尊心，我只能强撑着笑脸：“没事儿，钱没了还可以再赚。”可，看我咳的肺都快出来了。顾林更加自责了：“妈，对不起。”我笑容苍白：“没事儿，孩子，只要妈还有一口气在。”可，妈，你别说了。顾林泪如泉涌：“我明天就出去找工作。”看他要发愤图强的模样，我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好，妈妈相信你，你是最棒的。”如果说失去这几万块钱换来一个积极向上的儿子，那也是值得的。只能说罗小云是顾林人生中的一个教训。人呐，只有吃点苦头才能长大。这孩子就是从小太顺风顺水了。我跟他爸护着他，他哥哥也护着他，只是我没想到他去找工作的地方竟然是会所。我跟顾成风戴着墨镜和草帽，鬼鬼祟祟地看着顾林进了一个高档会所。他爸，你说他是要去干嘛？说好的找工作，跑这来消费也不应该啊，他应该没钱了才对啊。顾成风一脸愁容，他不会听到他哥当男模了，他也想吃这碗饭吧？我的笑容僵硬了几分。好家伙，还没步入社会呢，就想着走捷径了。没一会儿，就看到顾林被2个壮汉抬着丢了出来。我跟顾成风对视一眼，顾成风欲上前去，这么欺负我儿子，不想在海市混下去了。我忙拉住他：“你现在上去不就露馅了吗？”他那脚步如飞的样子，生怕顾林不知道他装瘸。那怎么办？顾成风心疼地看着不远处的顾林，看着爱子心切的顾成风，我摇了摇头。妇人之仁，作为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我必须在遇到各种突发情况时沉着冷静。关键时刻，我掏出手机，拨通了大儿子顾潇的电话。顾林看到顾潇从会所走出来时，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哥，顾潇叹了口气，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回去吧。不，你能做男模，我也能做。顾林此时固执起来，顾潇的脸色难看，似是极力隐忍着什么。我拿着望远镜，光看到兄弟2人嘴不停叭叭，急得抓心挠肝。怎么样？顾成风顶着鸡窝头，右手拿草帽扇风，左手拿着冒冷气的冰棍。这臭男人吃冰棍也不知道给我买一个。我狠狠剜了他一眼，把口水都喷到了他的冰棍上。都什么时候了，就知道吃。情绪太激动，连2个儿子走到跟前都没发现。顾成风挤眉弄眼提醒我的时候，我没看懂。干什么？你眼睛抽风了？他依旧表情拧巴地变换着，直到我听到那声熟悉的妈。我转过身，就见我的2个好蛋儿站我身后，一个一脸惊诧，一个一脸无语。儿子们，我热情地冲他们打招呼：“妈，你身体好了？”顾林看着我生龙活虎的样子，有些疑惑。我身体一软，靠在了顾成风身上，又应景地咳嗽了几声。你爸说晒太阳有助于身体健康，所以带我出来走走。我爸的腿不是瘸了吗？完了，要露馅了。儿子的恋爱脑还没治好，这时候露馅不利于后面的计划实施。情急之下，我灵机一动，一脚踹在了顾成风腿上。谁说不是呢？顾成风当即吃痛的单膝跪地。顾林大惊失色：“妈，
我爸就这一条好腿了，你踹坏了他以后怎么走路？完了，瘸子的好腿没了，关键时刻还是得靠大儿子。只听顾潇说道：“没关系，我刚发工资，可以带爸去医院。”顾潇凉凉地瞥了一眼抢答的顾潇，又语重心长地说道：“去医院成本太高了，我现在的工资只能给爸去买轮椅。只要戏能继续演下去，我也不管去医院还是去买轮椅。”招呼着2个孩子：“那赶紧把你爸抬走吧，要不说这个世界小呢。”父子3人去买轮椅的时候，我有些尿急，就去方便了一下。出来就看到顾成风合作伙伴的女儿冯曼曼，我刚想转身跑，就被叫住：“小玉阿姨。”冯曼曼跟顾林同岁，2人也算青梅竹马，从小就长得漂亮，而且乖巧懂事，学习也好，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2孩子小时候玩过家家的时候，还一起拜过堂呢。可后来读完高中，不知怎么冯曼曼就突然出国了。我和顾成风几次3番打探，老冯都对冯曼曼的事情闭口不提。前阵子听说她回国，我还想带着顾林一起去冯家拜访。我是很喜欢冯曼曼这孩子的，一直想让她成为我的儿媳妇。可顾林这孩子不争气，这么好的姑娘他不喜欢，就喜欢心机拜金女。冯曼曼走到我跟前，看到我身上的装扮时，眼中露出惊喜：“小玉阿姨，你也玩 cosplay 啊？”呵呵，对呀。我笑容僵硬，想着怎么应付，还没等我编好说辞，又遇上熟人了。罗小云走来的时候，我不禁在内心感叹生活的戏剧化。哟，我当时谁呢？真是冤家路窄。我懒得理这个熊孩子，一把年纪了，也不能真跟小辈计较，见我别过脸。罗小云还来劲了，怎么又在骗小姑娘了？说着，他又看向冯曼曼，他儿子是不是在你面前装阔少？我告诉你，别被骗了，这老不死的欠一屁股债，留给未来儿媳妇。这下完了，这下冯曼曼会怎么看我？我还有机会成为她的婆婆吗？我正思考怎么自圆其说，就听冯曼曼说道：“你骂谁呢？这么没教养！就算小玉阿姨欠了债，我也可以给她还，不许你这么说她。”我看着自带光环的冯曼曼，突然悟了，这不就是真善美女主对战心机女配吗？我也瞬间挺起腰杆，拉起冯曼曼的手。这就是我未来儿媳妇。冯曼曼羞涩地看了我一眼，面对罗小云也没拆穿我说的。罗小云料定我们家穷的只剩一屁股债，不管是对顾林还是对我，都是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你最好祈祷，你儿媳妇看见你家的锅碗瓢盆后，还会愿意嫁给你儿子。虽然冯曼曼不明白什么个情况，但这孩子冰雪聪明，加上我的穿着和罗小云说的话，也猜到了几分。面对罗小云的出言不逊，他也用行动来给我撑腰。我不在乎他们家变成什么样，我只知道我喜欢的是顾林这个人，即便他一无所有，负债累累，我也会一直跟他在一起，陪着他，照顾好他的父母。虽然知道这话不是真的，但我还是感动得眼眶湿润。慢慢听到这声音，我一个机灵，转头就看到我那英俊帅气的大儿子和那恋爱脑小儿子推着他们双腿失去行动能力的爸。顾林一脸感动地看着冯曼曼：“儿子，我知道你很感动，但你先别感动。”顾林仿佛男主附体，听不到旁的声音，直接跑过来，一把抱住了冯曼曼。我担忧地看了冯曼曼一眼，生怕她一把推开顾林，然后给他一个大耳刮子。可冯曼曼却整个人呆住了。顾成风坐在轮椅上，笑容慈爱：“是不是再过不久我就要当爷爷了？”男女主幸福的时候，谁最难受？
当然是心机女配呀！罗小云恨得牙痒痒，他就是个没钱装阔的穷小子，他妈欠了几百万。冯曼曼轻轻推开罗小云，笑容狡黠：“他不会没告诉你，他是顾氏集团的二少爷吧？这座商场也是顾氏的产业。”罗小云亲眼看到了我们家贫困潦倒的样子，自然不相信冯曼曼说的话，嘲讽地看向冯曼曼。他说：“你就信？我还说我是顾氏集团的董事长夫人呢。”坐在轮椅上的顾成风急了：“小丫头，别胡说八道！我老婆只有小玉一个人。”说完，他动作生疏地滑动轮椅过来，牵住了我的手。“老婆，你别生气。”罗小云突然大笑：“你们还演戏上瘾了？”他手一指，看向顾潇：“别告诉我他是顾氏总裁，一家子都齐了，角色分配的还挺不错的。”冯曼曼像看傻子一样看着罗小云，刚想开口辩解，就听顾林说道：“对不起，曼曼，我爸妈的公司垮了，现在欠了很多钱，他很内疚。”经历了罗小云的事情后，他更加明白冯曼曼刚才那一番话有多珍贵。如果他真的愿意跟他在一起，那他这辈子一定会好好对他，努力赚钱，让他过上好日子。可如果他不愿意，他也不会强求，毕竟没理由让人家一个千金大小姐跟着他吃苦。冯曼曼嘴角抽了抽，看向我，我不自然地避开了他的视线，坚决不承认我儿子傻的事实。顾氏是海氏龙头企业，如果那么容易倒，那其他企业还能存活吗？什么意思？顾林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恰好这时商场的经理带人巡视，看到这边有动静就过来了。看到我们时，立马恭敬地说道：“董事长、董事长夫人、顾总，你们来怎么也不提前打电话通知一下，我好清场，免得一些不长眼的冲撞了你们。”罗小云脸色巨变：“你们真的是？”顾林还处于懵逼状态：“爸妈，咱家没破产。”我清了清嗓子：“你放心造吧，咱家的钱你几辈子都造不完，事情都到这份上了，也没装下去的必要了。说不定过不了多久，我家就要娶媳妇了呢。”嘻嘻，开心。瘸腿的顾成风也当着孩子的面展示了一波医学奇迹。他站起身，虽然发型有些滑稽，但气质依旧。顾林没有被欺骗的愤怒，反而喜极而泣：“太好了，我哥不用去做男模了。”顾潇表情阴沉的可怕，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抚。本来我们这个计划他是不同意的，但我绝食抗议，他不得不就范。那些天可苦了我，饿了都只能半夜让顾成风把吃的端到房间里偷偷吃。后面的计划也因为冯曼曼拆穿事实打脸罗小云而放弃了。罗小云哭着拉住顾林的手：“宝宝，我还是爱你的，你别不要我。”顾林好像突然长脑子了，甩开罗小云的手：“你爱的是我的钱吧？”看着儿子恋爱脑慢慢被治愈，我感动落泪。女主的力量果然是强大的，我这亲妈费尽心机都不如冯曼曼几句话效果来得快。顾林现在应该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了吧？罗小云痛哭祈求顾林回头，可顾林已经彻底醒悟过来。在罗小云的哭嚎声中，我们一家潇洒离去。本以为事情发展到这，应该迎来团圆大结局了。可我和顾成风带着顾林上冯家提亲时，老冯却一口拒绝，还骂骂咧咧地将我们赶了出来。就你家那龟儿子，还想癞蛤蟆吃天鹅肉，他配吗？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今天我只赶你们出去，以后去谁敢再提，我打死你们！哎，在我108次叹气后，顾成风把包好的橘子递给我，我一边吃着橘子，一边愁眉苦脸。老冯怎么突然就翻脸了呢？顾成风想了想，看向顾林：“
你知道曼曼当初为什么出国吗？顾林目光躲闪，支支吾吾。我不知道，这模样摆明了就是一副。我知道，但我不敢说呀。我敢肯定，这事跟我这傻儿子脱不了干系。我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差点疼得哭出来。忍着痛，我故作严肃，知道什么都给我说出来，要不我就没你这个儿子。顾林吓得一下跪在了我跟前，妈，对不起。原来当初冯曼曼出国，果然是因为顾林。那时冯曼曼是喜欢顾林的，并且在高考后跟顾林表白了。可顾林那小子那时候正迷上了一个穷苦人家的小白花，当着冯曼曼的面牵着小白花的手，让她死心，说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喜欢她。我让顾林把脑袋伸过来一点，然后一巴掌拍在他毛茸茸的脑袋上。我看你脑袋长在脖子上就是个瘤。顾林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妈，现在怎么办？我是真想跟曼曼结婚。这是顾林第一次跟我说他想跟谁结婚。之前要带罗小云回来时，我问他带女朋友回家是想结婚吗？他说不是，他现在还年轻，结婚还太早了，只是现在喜欢罗小云，想让父母见见自己喜欢的人。我现在甚至觉得这孩子不是恋爱脑，而是个花心大萝卜。只是冯曼曼这么好的儿媳妇，我是真不想错过。我再次带着顾林登门，老冯在看到我时黑着脸，又看到被顾成风拎在手里五花大绑的顾林时，表情松动了几分，最终还是让我们进去了。一进门，我就一把鼻涕一把泪。曼曼这孩子好，只可惜顾林这小子没福气。我才知道，以前这小子不懂事，伤了曼曼的心。今天特点绑了他来，给曼曼出气，要杀要剐都听满满的。老冯不亏是相识多年了，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小把戏。我们家曼曼善良，不会把你儿子怎么样，只希望他以后不要来打扰曼曼。我尴尬地笑了笑，我跟老顾商量了，准备把顾林送去非洲，让他好好历练历练，过个7、8年再回来。今天其实也是来跟曼曼道别的。说完，我又朝楼上看去，曼曼在家吗？曼曼不在家。看着老冯铁了心不让两孩子见面，我只能叹息。那我们就先走了。快到门口时，就听到冯曼曼的声音传来：“等一下！”我抑制住自己的狂喜，故作惊讶：“咦，曼曼，你在家？”冯曼曼跑过来，红着眼替顾林解开身上的绳索。曼曼，顾林只轻声喊了句她的名字，冯曼曼豆大的眼泪就落了下来。你别哭。顾林手足无措地替冯曼曼擦着眼泪。你一哭，我就想笑。看着表情凝固的冯曼曼，她喜滋滋地说道：“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哭起来就吹鼻涕泡泡吗？你一哭我就想到你吹鼻涕泡泡的样子。我真想打死这个脑干缺失的家伙。”顾成风和老冯不知道什么时候拿着瓜子坐在小板凳上磕了起来。冯曼曼破涕为笑，小拳拳捶了一下顾林的胸口，又略带悲伤地问道：“你真要去非洲？”“没有啊，小玉阿姨不是说。”我赶紧冲过去捂住顾林的嘴，然后笑着说道：“你不想让他去的话，他也可以不去；你想让他去的话，我就让他待那不回来了。”冯曼曼不负众望地说出了：“我不想让他去。”冯曼曼和顾林结婚那天，我穿了一身酒红色丝绒旗袍，喜气洋洋地应付着前来祝贺的亲戚朋友。虽然升了辈分，成为婆婆，让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年华不在，但媳妇熬成婆的感觉还是挺爽的。尤其是听到冯曼曼软绵绵地喊我妈妈时，我的心都化了。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生了2个大头小子，没能生个闺女。老冯抽抽搭搭地靠在顾成风怀里，
我养的白菜到底还是被你家的猪拱了，费了这么大劲才让2个孩子在一起，我心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毕竟我是总编剧。很早，我和顾成风就想跟老冯撮合顾林和冯曼曼，让2家亲上加亲。可冯曼曼突然闹着要出国，我也问过老冯，万一曼曼在国外找了个洋鬼子怎么办？可老冯就是不再提顾林和曼曼的事，一提就生气。顾林要带女朋友回来时，顾成风第一时间告诉了老冯。老冯最终还是不忍错过让2家亲上加亲的机会，便提出让那姑娘知难而退。可怎么让被伤心的冯曼曼接受顾林呢？我跟顾成风只能联合老冯来了场苦肉计。好在有情人终成眷属，看着台上拉着冯曼曼手不停傻笑顾林，我暗道不好，这小子恋爱脑又犯了。2人要交换戒指时，老王跌跌撞撞地跑到我边上，夫人，不好了，大少爷去机场追他的女秘书遇到车祸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差点2眼一黑晕了过去。总不能红白事一起办吧？老王喘了半天气，又说，然后他又绕过车祸追，现在应该快到机场了。我忍着给老王一记暴力的冲动，你能不能别喘气？有这么说话的吗？想吓死谁呢？万一顾潇有个3长2短，我和他爸怎么办？公司怎么办？到时候还得请人管理公司，多不划算。顾成风到底沉得住气？你的意思是说，顾潇和他秘书有一腿？我不得不佩服顾成风的语言表达能力。美好的爱情故事怎么从他嘴里出来就变得不堪入目了呢？我这刚演完一场，他就不能让我歇歇？想到又要给大儿子追媳妇，我就头疼。这次安排什么剧本呢？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我是不是该扮演一个拿着银行卡优雅的让他离开我儿子的贵妇？然后他一脸悲愤地说，伯母，我和萧哥哥是真心相爱的，你不能用钱来侮辱我们的感情。老王说道，大少爷喜欢那个秘书，可总是冷冰冰的对人家，还被人家撞见跟赵氏千金拉拉扯扯，这不好好的媳妇被气跑了。老王就差把活该2个字直接说出来。我拿出对讲机，各部门请注意，现在发生紧急情况，请大家保持高度警惕状态，随时准备待命。顾成风道，老婆，这次我可不演瘸子了。我摸着下巴打量了他一番，恶人还是得他来做，不然以后儿媳妇记恨我怎么办？我得跟儿媳妇打好关系。拿银行卡让女主离开的这场戏就让顾成风上，而我就是善解人意却人微言轻的美丽婆婆。就这么决定了。我认真地握住了顾成风的手，老公，这次你的戏份很重要，儿子的幸福就全靠你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